朕传书了，将军出征，带回一个女子，怜她身世凄惨，要许她名分。朕兴奋的一夜没睡，连夜召开朝会。将军带朕北击匈奴，却带回一个江南女子，单于情爱，以致军民乱心，暂革去辅国将军之职，禁足府中3月。至于那女子，朕看了眼空中的弹幕，狗皇帝居然敢收了男主的兵权，等男主当上皇帝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狗皇帝不会看上女主要把她收进后宫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无碍，朕是位宽容大度的皇帝，即刻将那女子打入天牢，择日不，今日问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裴直硕是趁夜进的京，幸好朕是个夜猫子，否则只有等朕睡醒才能听到太监禀报此事。要是哪天裴直硕起兵造反，朕收到信，怕是黄花菜都凉了。张敬喜将密报双手举过头顶，呈到朕眼前。朕一目十行看完，兴奋得手都在抖。3年了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张敬喜传朕旨意，即刻召开朝会。狗皇帝一看就没憋好屁，男主还来不及把城外伪装成官兵的精锐私兵安置好，千万不要被发现啊！男女主今夜才刚进京，正是干柴烈火的好机会，开什么朝会啊？打工人以共勤加夜班，狗皇帝贱死了。将军果然豢养了私兵，快哉快哉，马上就是朕的兵了。朕是皇帝，当皇帝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，朕才不需要你们共情。1个时辰后，养心殿内聚了乌泱泱一片人，大臣们无一不是马车加急赶来紫禁城，而朕只需从内殿挪到外殿。等候期间还叫了一次膳。丞相令汝立平日里最喜欢和朕作对，此刻也是他站出来当这个出头鸟。自太祖打下基业，还未有过丑事上朝的先例，微臣斗胆，敢问皇上深夜召我等前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端地一副芝兰玉树的君子做派，说出的话却总是让朕抓耳挠腮的气，就差把昏君2个字刻朕脸上了，朕还拿他没办法。朕不动声色地收回拿点心的手，朕自然是有要事，只是人还未齐，不急。待朕喝完第4杯茶，裴直硕才姗姗来迟。朕就知道他觊觎朕的皇位，今天敢迟到给朕下马威，明天就敢把朕五马分尸。裴直硕单膝跪地，迟来谢罪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将两旁摇摇欲坠的文臣衬得更虚了。既然将军这么有劲儿，那就多跪会儿。朕清了清嗓子，裴爱卿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一番虚与委蛇，你来我往的寒暄慰问过后，终于进入了正题。朕听闻裴爱卿出征带回了一个女子，朕没让她平身，裴直硕便始终跪着回话。他是在行军过程中救的人，那女子家中亲人都在战乱中身亡，连她一介孤女无处可依，加上她又略懂医术，裴直硕便让她做了个随行军医。朕挑眉，军中人员调度需兵部批准，张尚书，这是你批的吗？张福一句臣不知情，将自己摘了个干净。朕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，若非传到朕耳朵里，朕竟不知朕的军队里多了个女子。裴将军果然神勇，如今都能替朕做主了。裴直硕听得直皱眉，没想到朕会抓着这件小事不放。是小事，但朕过问后就成了大事。就算你现在跪下来磕头叫朕爹，朕也不会原谅你。臣不敢。很好，朕不原谅你。你打了胜仗，朕很是欣慰，开个玩笑罢了。朕爽朗一笑，话头一转，随军3年的苦可不是寻常女子能忍受的。将军对那女子很是关怀啊。他带兵打仗的2年里，朕一直派人暗中监视，2人暗地里该做的不该做的全都做了，明面上也嚣张得很。行军带的大多是干粮，包括谷类和肉类。朕可是听说了，大部分肉干都进了那女的肚子里，拿朕将士们的军粮供你的心上人。士兵们不是瞎子，自然看在眼里，就这还能打得匈奴节节败退。朕恨天龙人光环。男主和女主在军营时就已经酿酿酱酱私定终身，男二每次收到暗探寄来的小情侣，从军日常都要眼红。朕确实眼红的想砍下他俩的头下酒。裴直硕不是个省油的灯，
一时摸不准朕的心思，干脆顺水推舟，用此次军功求朕给他2人赐婚。上当了，我们女主的魅力就是如此之大，即使是嫔妃无几的男二还没见过女主，也对她有几分意思。狗皇帝这话明显图谋不轨，男主不愧是男主，太有担当了。老公立 Max， 快结婚，我要看黄的。朕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想把这群发弹幕的九族全砍了。朕放下手中的杯子，青瓷发出一声脆响。可朕和诸位爱卿又听闻，那是位江南女子。将军带朕北伐，是如何从匈奴地界上带回一个身家清白的江南女子？将军对那女子的间谍身份隐瞒不报，欺君事小。若被有心人利用，说将军勾结外贼叛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微臣不敢。众臣跪了一地，只有蔺相这个不长眼的直杵着，一直在挑衅。将军年轻气盛，一时为美色所惑，叛国也是情理之中。他斜睨一眼跪着的裴直硕，落井下石道：“蔺汝立只有面对这个政敌的时候才会说人话，会云多云，爽的朕给他赐了座。话说回来，那女子确实不是间谍，但朕是皇帝，朕说她是她就得是。朕敢这么说，除了这是明面上北伐带回江南女子确实离谱之外，自然是有别的把握。那女子的身份有别的问题。天色不早了，朕有些困，没空听裴直硕狡辩。当即大笔一挥，拟完旨意，火速盖上章。裴直硕耽于情爱，欺君罔上，以致军民乱心，暂革去辅国将军之职，禁足府中3月。他被拖下去时，蔺汝立冷眼旁观，丝毫没有伸出援手的意思。余下的朝臣们都上了年纪，在深夜里站了个把时辰，早已精神萎靡，完全没了平日早朝上唇枪舌战的气势。稀稀拉拉站出来几个为裴直硕求情的，希望念在他的战功从轻发落，最后全被朕削了俸禄。钱一多就容易吃饱了撑的，朕才不管他知不知道那女子的特殊身世。欲加之罪，朕何患无辞？只要朕达到收回部分兵权的目的就好。至于那女子，朕看了眼空中的弹幕，狗皇帝居然敢收了男主的兵权，等男主当上皇帝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，朕好怕怕哦。狗皇帝不会看上女主要把她收进后宫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谢谢关心，朕的尿是哑光的。还有其他骂得更难听的，无碍，朕是位宽容大度的皇帝，即刻将那女子打入天牢，择日不，今日问斩。末了补了一句：如有异议，同罪论处。有头还是没头，大臣们还是选得很清楚的。躺回榻上时，朕听到了鸡叫声。今日不用再上朝，朕这一觉睡得十分舒畅。恍惚梦到了上辈子的事。其实朕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在原本的世界，朕经历了19子夺位大战，最后踩着18位兄长魏韩的尸骨，荣登大统，屁股还没把龙椅坐热，朕穿书了。好消息，朕还是皇帝；坏消息，是个傀儡皇帝。更坏的消息，朕是个苦情阴郁男二，长得还不好看。朕是皇帝，断然没有给人当男二的道理。所以，朕决定把男女主和觊觎朕权力的人都宰了。书中许多地方存在逻辑问题，政局更是乱得没眼看。手握虎符的辅国将军，朝中势力庞大的丞相，整日不干实事，竟上奏些党争屁话的废物大臣们，还有手伸得很长的太后。朕突然有一瞬间觉得亡国也不错，估计前任皇帝就是让他们给逼死的。可惜的是，他们遇上了朕这么个厉害的对手。朕将18位手足挫骨扬灰时，都不曾有丝毫手软。皇权争夺向来如此，兄长们不死，难道朕去死吗？朕传来这里的第一天，前朝后宫皆是虎视眈眈，只要给朕机会发育，一定让你们九族全飞起来。4年过去，朕布下不少暗桩，从起初的如厕时间都要遭太后的人监视，到现在几句话便泄了裴直说的兵权，朕费尽了心血。朝臣们虽对朕雷厉风行的手段颇有微词，但从朕的政绩来看，他们不得不承认朕是个治国奇才。朕就这样悄悄培养自己的势力。朕要在这本书中拿回
朕在原本世界中应有的一切。朕睡得很香。张敬喜叫醒了朕。皇上，皇上，太后娘娘将那道旨意拦下了。太后说，临近年关，见血不及。朕是先帝唯一的直系血脉，但并非太后所出。太后屡次帮裴直硕与朕作对，朕怀疑他是太后的私生子。见朕脸色很差，张敬喜跪下请罪。朕的起床气罢了。朕摆摆手，无碍。又是1年，太后身体也是1年不如1年了，让太医院适当加大药量，务必照顾好太后。张敬喜，诺。朕吩咐过好几次，凡是与太后和朝中那几位重臣有关的消息，无论朕是在沐浴还是歇息，都要第一时间飞禀。朕深谙正斗宫斗之道，时间差和信息差都是致命的。其他小太监不敢，只有张敬喜深得朕心。不枉朕当初路过冷宫时一眼看中他，给了他今日大太监的位置。朕赞赏地看了他一眼。洗漱金盆适时被宫女端上来，在寒冬中泛着热气。不知京郊的梅花开得如何了？往年那儿的梅花都是开得最好的。回皇上，奴才昨夜叫人去数了，除去不听话的，枝头上正2000朵。朕满意的点头。狗皇帝昨晚趁男主在宫里声东击西，把那2000精锐全抓了。最烦这种长得丑的心机男二了。朕不惜惜。张敬喜躬身候着，为朕不餐。蒸蜈蚣酱蝎子，红烧蟾蜍卤手工。朕上辈子的时候，整天把五毒当饭吃，练就了一身百毒不侵的本事。这也是朕夺位成功的重要助力。朕要延续这一成功经验。用完餐时，朕也想好了对策。根据朕这几年来对弹幕的分析，男女主一起打仗2年后回京，故事才刚进入主线剧情。考虑到裴直硕还留有其他后手，暂时动他不得。但无依无靠的女主，朕可太动得了。朕擦了擦嘴，那女子现在何处？张敬喜接过帕子，禀皇上，仍在天牢。还好昨夜朕派了一队弓箭手围住了将军府，被射下来的信鸽想来已经到思善司了。太后此刻应当还不知道那女子的身份，所以只是替裴直硕暂且保住了他的命。若是让太后察觉到了什么，怕是要不惜劫狱假死了。未免夜长梦多，朕说干就干。天牢位于地下，常年不见光，阴暗潮湿恶臭，差点把朕早饭熏吐出来。朕一手拿袖子捂脸，一手执佩剑，大步流星走到最深处的牢房前。门锁打开，朕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了书中的女主。眉如远黛，眼似秋水，瘦弱的身躯将囚服穿得松垮垮的，倒是有几分破碎之美。但是关朕什么事？思善司里的鸡不会因为眉清目秀而逃过登上朕餐桌的命运。许荣英艰难地行了个礼，民女参见皇上。朕怕脏了龙袍，特意换上去年太后送的那套黑不溜秋的科衬衣服，穿完就丢，也不心疼，很有眼力劲儿，长得也喜人，朕都有些舍不得了。男两对女主一见钟情了，太好了，女主终于不用在牢里继续受苦了。她舍不得了，她果然舍不得了。骗你的，朕还是要杀你。朕打量着她，果然和那人的样貌有几分相似。他看女主的眼神都直了，啧，等着火葬场吧。火葬场吗？朕点点头，拔出1米7的佩剑，将林丽英捅了个对穿。自从朕穿书后，没少搜罗民间话本，经验告诉朕，女主的心脏可能长在任何地方。朕将左边、右边、上边、下边、天灵盖、脚底板全都捅了一遍，又将她身首分离之后，朕终于放心了。大部分守卫被朕提前遣散，只留下了几个手脚利落的心腹。几盏灯油，一把大火，朕速战速决，成全了女主的火葬场。我靠，女主怎么被捅成筛子还分尸了？火势这么大，这下连骨灰都不剩了。男二疯了，得不到就要毁掉吗？男主快来为老婆报仇！等着吧，男主迟早把你五马分尸，千刀万剐。朕是个听劝且记性不错的皇帝，这个死法朕记下了。天牢外，大雪茫茫，令汝立孤身纸伞而立，鞋底边缘被融化的雪水浸深，看来等了很久。朕用衣袍
胡乱抹了把剑上的血迹，欲盖弥彰。真巧，嗨，今个天气不错，爱卿也出来踏青吗？他沉静的目光从朕身后落到朕身上，递过来一张帕子。不巧，臣在等皇上。朕回到寝宫里泡热水澡的时候，天牢走水，匈奴奸细畏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京城。啊，朕好舒服。裴直硕得知后，气得吐血昏迷，连太医也束手无策。朕更舒服了，瞎子都能看出朕的意思。谁敢把裴直硕治好，不要命了？朕哼着小调，张敬喜再给朕加2桶热水。几日过去，裴直硕依旧不省人事，深陷出现水讯。这帮文臣上奏弹劾的时候，朕都能看见上面的唾沫印子。一提到水患就没了声。人才这一块，朕得尽快抓紧了。诸位的才干，莫不是科举事后就还给夫子了？令汝力极为不屑地扫视群臣，最终站出来揽下这份差事。朕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点了头。余下大臣面面相觑，目光在朕和丞相之间打转。这群废物，朕看着就来气，通通削俸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碍眼的人不在了。朕这几日上朝的心情好了不少。前朝一安宁，后宫就开始作妖了。太后要帮朕选妃。自从穿书以来，朕的精力都用在正事上，哪有功夫和后妃们睡觉？后宫妃子个个都是美人，还好没被男二糟蹋。男二和男主根本没法比，绝后也算造福社会了。绝就绝呗，这具身体本来就不是朕的，就算日夜耕耘，生下来的也不是朕真正意义上的种。朕觉得自己长得也算端正魁梧，确实比不上裴直硕这个小白脸，行军几年皮肤依旧白嫩，是当小管的好料子。主要是先帝建模也就那样，朕作为亲生儿子，总不能长得太逆天吧？朕才不是因为自卑才不想宠幸后宫，朕只是不想，但有人耐不住了。宁妃想事情，妖娆清凉的身姿将朕刚整理好的桌案弄得乱七八糟。朕咬牙切齿，暗卫。第二日，有死蛇被丢进了宁妃寝殿。宁妃不想事情了，新贵人不理解，提着点心在朕下朝的必经之路上假摔堵朕。朕收下点心后步子不停，他却纠缠不休。但朕是真的尿急。第二日，新贵人在榻上和老鼠全家面面相觑。滋滋滋滋啊！新贵人理解了。所有想爬朕床的妃子都被吓得丢了魂，其中就属太后母家的齐贵人叫的嗓门最大。后宫人心惶惶，再也没人来烦朕了。一旦太后问起，朕就说那些妃嫔得了失心疯。朕是一国之君，可不能被传染。情爱乃身外之物，朕的心里只有朕的江山社稷。太后几次趁妃嫔前来请安的时候，劝他们要多在朕面前露脸刷存在感。皇帝只是吓吓你们，不会真的对你们做什么。妃嫔们疯狂拒绝，太后无可奈何，干脆再开选秀，招些胆大的聪明人进宫。朕随手翻看秀女名单，不是太后的人，就是丞相的人。引狼入室不是明智之举，朕一语绝后患。太后不必费心了，朕有龙阳之好，选秀就此作罢。太后不愧是上一届宫斗冠军，管他值得弯的，一把春药下去都得老实。但是他没料到，朕早已百毒不侵，区区春药，朕当白水喝。送药的婢女一五一十的回去汇报。什么？你说皇帝喝了3碗后，面不改色的劈了2个时辰的折子？皇室血脉难道真要断在这个孽障手里吗？太后痛心疾首，手中的佛珠险些滑到地上。她很快镇定下来，想到了办法。1月后，元宵宴会，朕一个一个的给皇室宗亲和大臣们敬酒，就连巴不得朕立刻暴毙的雍亲王也被迫站起来说了几句漂亮话。朕没错过他和太后之间的眼神交流。哟吼，有点意思。酒过3巡，朕面上染了醉意。太后放下筷子，她的面色较上一次见又差了不少，沉稳苍老的声音缓缓划过大殿。皇帝登基多年，后宫依旧无所出，嗨嗨，不免动摇江山社稷之根本。
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亦不可一日无继承人，不妨从宗室子弟中选一位。嗨嗨，皇帝意下如何？”朕觉得不如何。太后主意的不会是雍亲王吧？朕眼神迷离，实则脑子清醒得很。先帝直系只有朕这一条血脉，其余皇族旁支不是封地太远，就是脑子太蠢。久居京城又野心勃勃的雍亲王成了太后最佳的盟友。朕笑了笑，举杯示意雍亲王。后者笑呵呵的陪了好几杯酒，多喝点好啊。次日，朕打着给未来太子检查身体的旗号，派了数个太医去雍亲王府上请平安脉。结果，雍亲王不孕不育，不能生的准太子就是不能下蛋的鸡，除了下锅没有任何价值。太后不死心，又找上了另一位亲王，不巧，他也不能生业。众人终于察觉不对，太医院里的人跑断了腿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所有参加元宵宫宴的皇室宗亲，无论男女，全部失去了生育能力。不用猜了，当然是朕这个天才干的。对于皇族而言，权力宁可没落，也不能旁落。朕不能生，太后自然能从宗室里找到能生的，朕能让她如愿。笑话，朕不生，你们也别想生。于是朕命张敬喜在所有宗室子弟的酒里掺了酒寒汤，这是朕上辈子从后宫妃子那学来的阴招。宫宴来的都是嫡出子弟，庶出就算再有才干也不受待见，但嫡出不能生育，就得另当别论了。经此一事，王侯们第一次正眼看向庶子。此外，朕给后妃们的酒里也加了绝孕药，万一哪天跟侍卫搞大肚子，朕岂不是成接盘侠了？不过朕还是有良心的，宗亲王爵世袭，进士靠的是科举，此次事故中没有任何一位进士受伤，这一局朕又赢了。可惜裴将军不在，没绝了他的后，朕很遗憾。我不行了，男二这小子阴得很。男主还在昏迷，男三去治水患，这俩反而逃过一劫。算算日子，裴直硕已经昏迷1个多月了，许久未见，朕有些不放心。和张敬喜把太后那边的事吩咐下去之后，朕大摇大摆的出宫慰问裴直硕。御驾落地时，府中恰好有粪车推出，滂臭。朕不避小人，不避强敌，粪还是要避一下的。直到朕踹开裴直硕卧房的门，那股味道才终于消失。朕示意侍卫上前，掀开鼓起的被子，露出的是2只枕头，卧了个冬虫夏草。裴直硕跑了，朕微笑着踹了侍卫长一脚：“你们这群废物，朕命你们把这里围得里3层外3层，居然还能让他从眼皮子底下跑了！”侍卫仆人跪了一地：“蠢货男二，男主刚才就从你眼皮子底下跑的。”借助粪车的掩护脱身，男主不仅聪明，还能屈能伸。粪车，朕太阳穴突突跳，咬牙切齿。来人，封锁城门，把全城的粪车全部扣押。还是没来得及，裴直硕跑了。此招虽恶心，但真的有用。男主已经和匈奴达成了合作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杀回来。真是瞌睡送枕头。朕正愁找不到裴直硕的下落，这不，弹幕送上门来了。朕站在城墙上，远眺匈奴的方向。哼，以为跑到那儿朕就拿你没办法吗？你不干这个将军，有的是人干。次日清晨，朕前脚在朝上废除爵位世袭，亲卫后脚领命在城内告示处贴了求贤诏，不论出身，不论男女，不论年龄，只要在战场上能杀敌，就能分地封爵。这是从未有过的政策。一经发出，举国轰动，各地纷纷响应。太后母族首当其冲，元气大伤。朕刚下朝回到寝宫，太后就杵着拐杖来兴师问罪了。张敬喜悄无声息地退出殿外。皇帝此番寒了宗室们的心，就不怕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吗？哀驾愧对先帝，早知今日如此，当初绝不会选你继位。太后愧对先帝的事多了去了。朕听得好笑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造反的前提是有造反的能力。
朕这么多年埋的线，是时候引爆了。木已成舟，太后现在悔之晚矣。朕就在这里等着他们造反。太后当场气得昏了过去。朕扬声，张敬喜送太后回宫。前朝军功爵制一波未平，后宫一波又起。太后与侍卫私通，被朕前去看望时抓个正着。太后昨日被朕气晕，灌了些太医院配的药后，彼时还没醒。朕是皇帝，难道要朕在门口等着他睡醒不成？朕当即带人闯了进去，2太监1宫女3侍卫，加上朕，14双眼睛，看清了太后枕边躺着的男子。侍卫连滚带爬的从榻上掉下来，不住的磕头。都是太后娘娘强迫我的，求皇上明察。演得不错，朕回去就赏你1箱金子。太后身边的大宫女晃了神，昨夜太后歇下后，奴婢就在殿外守夜，期间无一人出入，怎么可能出现一个男子？大胆贱奴，你竟敢污蔑太后娘娘！他当着朕的面就要掌乖那侍卫，把朕的脸往哪搁？真是一条忠心护主的好狗。朕看了眼张敬喜，后者叫人把他压了下去。这么一闹，太后终于醒了。发生何事了？她满脸疲意地按着眉心，被眼下的情形搞得有些许茫然。朕冷笑，证据确凿，亦是朕亲眼所见。太后私通外男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太后看了一圈，堂下跪着衣衫不整的陌生侍卫，满屋无一人是永寿宫的，都是朕的人。他顿时了然，眼眸森然。是你做局陷害哀家？没错，就是朕。朕让太医院往太后昨夜喝下的药里掺了安眠药物。偷情的侍卫也是朕安排的，他是朕最得力的暗卫之一，最擅长轻功掀瓦。朕俯视他爬满沟壑的脸，和朕刚传来时那个雍容华贵、运筹帷幄的太后，判若两人。4年，太后苍老了许多，不过更多的是被朕逼疯的。朕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，吃了3年的五弹散，不疯才是见鬼了。太后面色发青，不可置信道：“哀家的药是太医院院守厉正卿亲自调配，你是如何动的手脚？”厉氏是太后的母族，他无法相信捅刀子的居然是自己人。朕微微一笑，这还不简单？朕绑了他的妻女，原计划是只绑架他女儿，但朕担心分量不够，保险起见，干脆一起绑了。太后和厉正卿当时的反应一模一样，震惊之后是谴责。没想到吧，朕就是如此睿智。厉正卿精通药食，为人方正，很难搞。朕确实花了点时间才拿下他，然而是人就会有弱点，朕恰好利用了这一点。不光如此，太后宫里只有大宫女还是她的人，整个皇宫早就悄无声息的在朕的掌控之下了。太后目眦欲裂，你这孽障，先皇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大逆不道的儿子？你原先不是这样的，这才当上皇帝几年，壳子里仿佛换了个人，还敢对哀家动手。原本的皇帝懦弱无能，任太后和朝臣摆布，傀儡皇帝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若朕猜得不错，原身应是死了。后来朕就来了，太后手上沾的血不比朕少，寻常刺激无法彻底击垮他。朕挑起眉头，添上了最后一把火。朕突然想起来，在天牢里畏罪自尽的匈奴女奸细，倒是和太后有几分相似。对了，她左手掌心有一颗红痣。太后愣住了，你说什么？说来也离谱，太后所爱并非先帝，而是前朝的一位亲王，许荣英则是她和那位亲王的女儿。先帝原本是前朝旧臣，弑君夺位，朝代变更总是混乱的，这庄氏便被压了下去。太后发现自己有身孕的时候，是她刚入宫不久，恩宠不断的她用一个死胎狸猫换太子，许荣英因此一直养在宫外。朕早在几年前就得知了消息，太后安插在亲生女儿身边的人早就被朕替换，每月的平安信也是朕的人捏造的。许荣英是前朝余孽，和朕自然是不共戴天。原本的剧情是女主许荣英携手男主裴直硕复国，
至于朕，则是那个被报复的首当其冲。女儿，我的女儿。太后神情恍惚，朕似悲悯地看着太后，继续火上浇油。可惜了，他死到临头都在想着他的母妃去救他。太后彻底崩溃。张敬喜推开门，送来毒酒。太后娘娘，请吧。太后还是后妃的时候，用毒酒送走了不少先帝妃嫔，如今成了太后，汲汲营营多年，荣华富贵子女一个都没留住，到头来只有一杯毒酒。因果报应已成定局。太后突然大笑，微扬起下巴，像往常一样命下人为她沐浴更衣，云鬓齐整，宫妆雍容。她最后深深地望了朕一眼，无声诅咒，哀家咒你不得好死。饮下毒酒的动作不带丝毫犹豫，留存了最后一丝体面。确认他死透了之后，朕松了口气。朕是个小心眼的，朕原本打算奔刺太后入皇陵，可是他诅咒朕不得好死，朕故作心痛无脸。传朕口谕，太后秽乱宫闱，夺其尊号，贬为庶人，寻个隐蔽去处葬了吧，不必立碑。令汝丽回京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家中场景。大堂坐满了他的文臣同僚，交好的、交恶的，全来了。令汝丽皱眉，诸位这是？令大人快劝劝皇上吧，皇上他要遣散后宫。令汝丽进宫的时候，朕刚好在用膳，命人家付碗筷。爱卿来的倒巧，陪朕一块儿用膳吧。别以为朕看不出来你是来蹭吃蹭喝的。令汝丽没推脱，面对满桌不见绿色的虫子，吃得面不改色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一餐结束，还算和谐。朕擦了擦嘴，殿内侍从早已悄然退了下去。令汝丽几乎是同时放下筷子。臣离京多日，归途中听了关乎陛下颜面的风言风语。今日有不少同僚来臣府上遣散后宫一事，还望皇上三思。并非流言，这后宫朕遣散定了。朕无心男女情爱和传宗接代，亦从未踏足后宫，养着那么多无用的女子，上至宫殿修缮，下至经营细软和吃食，哪个不要花银子？花的还都是朕的银子。这笔不小的支出，若是用来充军费，哪里还有匈奴？那叫少数民族。在朕眼里，后妃们还不如洒扫宫事。朕把这群吃白食的全遣散了，何错之有？方才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朕不知令汝丽为何突然气得红了脸。裴相，后者抬眼时，长而密的睫毛在眼下透出前意。皇上执意如此，我等身为臣子，除了上谏，又能做什么呢？不错，在改变朕想法这件事上，他们确实什么都做不了。朕知道他们是担心无人继承皇位。朕这个皇帝都不急，他们急什么？令汝丽听见自己问皇上心中可有合适人选？朕摇头，尚无。待竹生好笋，好鸟不一定下好蛋。朕决定废除皇位世袭，有德才者当之。那日天牢外的后续，朕得知令汝丽在机缘巧合之下觉醒了自己是书中人物的意识。他对朕的行为早有怀疑，直到朕亲手杀了女主许荣英，他才真正确定朕不是原来的那个朕。他是个可造之才，和朕在大部分政见上不谋而合，只是推行手段上比朕柔和许多。多个难缠的敌人，不如多个好下属。朕早已把令汝丽从暗杀名单上摘除了。爱卿觉得如何？朕果然是个不识出的大明君吧？不如今晚爱卿就留在宫里，还有一个裴之硕在外虎视眈眈，朕得提前做好准备。朕期待地看着令汝丽，他将手捏得骨节泛白。微臣家中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朕望着他落荒而逃的身影，啧啧摇头。不想加夜班就直说，也罢也罢，以后有的是抓他加班的机会，不急于一时。朕忙着招人才、征兵的时候，裴直硕也没闲着。在朕整顿后宫的这段时间里，弹幕一直在刷，但朕平时无视这些垃圾，只有弹幕中透露出朕需要的信息时，朕才会多瞧上两眼，然后派人去跟进核实。朕就这样弹幕配合暗卫，
掌握匈奴和裴直硕的动态。朕最擅长的便是御下之术，在朕眼里只有2种人：有用的人和可以培养成有用的人的人。对前朝后宫中的蠢人，爱财的多赏些银钱，怕死的用其及其家人性命要挟，沽名钓誉的则赐几个面上好听的虚职。至于目权的，一山不容2虎，一泉不容2主，无论是人是狗，一律赐死。而对那些个热衷于揣度圣意、自以为是但又有几分聪明的臣子，朕就只能靠骗。朕承认自己是明君，但朕从来不是人君。打基业容易，守江山难。清理政局和变革的时候，朕可以大刀阔斧；一旦安定下来，便不得不束手束脚。明面上装，也要装得冠冕堂皇以服众。朕唱白脸，蔺相负责红脸，2人一唱一和，许多饱受阻碍的政令得以顺利推行，如禁止售卖土地、地方官员按周期流转等。不知不觉2年过去了，朝堂上已经完成了一轮大换血，宗室庶出和平民新贵崛起，驱逐了劣币，朕万事俱备。就在这时，匈奴首领派人给朕下了战书，送来了这阵东风，谁愿领兵出征，替朕教训这群蛮夷？皇上，臣自荐。皇上，臣也自荐。新上任的武将真是怎么看怎么顺眼。朕满意的点头。好，就交由你2人了，朕在这里等着你们的捷报。不出半日，宫里传出朕重病的消息。太医院每日都有人行色匆匆地进出帝王寝殿，在蔺相的严令下，没人敢嚼舌根。而朕早就跟着军队一同北上了。朕自幼习读兵书，对霍去病将军仰慕已久，将他对抗匈奴的每一场战斗都研究了个透。可惜朕在原本世界登基时，匈奴已经淹没于历史长河，如今终于有机会派上用场了。匈奴机动灵活，擅长奔袭，逐水草而居，朕便施宜长计以制夷，大力培养骑兵，组建精锐轻骑，轻简行囊，直接夺取匈奴的牛羊马群作为军需粮草，同时利用归降的匈奴向导寻找水源与牧场，指引行军方向，防止迷路。最后，擒贼先擒王，哪里贵族多，哪里有王庭，我们就先打哪里。一套闪电战下来，6天辗转4国，但凡是叫得上号的王庭，无一不受降。战场上沙子伴着风，朕混在骑兵方阵中，看着不远处熟悉的人，举起了剑，战鼓擂擂，马蹄哒哒。最后一战前，朕在军内将士面前露了脸，士气大涨，传朕口谕，斩获1颗匈奴首级，赏8亩田地；活捉匈奴王和叛党裴直硕，赏黄金100两。朕把原本的黄金1000两咽了回去，有点肉疼。几番厮杀，直到匈奴的黑色旗帜被拦腰截断，埋进黄沙，胜了。朕看着被活捉的匈奴王和裴直硕，给了前者一个痛快。至于后者，朕这次不需要看弹幕。朕没忘，裴直硕投敌叛国，天道不容，即刻处以凌迟。朕没见他最后一面，只是听闻他娶了匈奴王最宠爱的公主，约好打下大城后让出8座城池。他到死也没如弹幕所说那般替心爱的女主报仇，还另娶他人。歪屁股的小白脸，孬种！朕呸！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步是拿下京城，而茫茫草原上，朕很难判断打到哪一步才算彻底击溃匈奴。这一路就打到了西域，直到京中传信，皇上再不回京，臣只好发国丧了。隔着万里，朕都能想象到令汝丽咬牙切齿的样子。朕莫名觉得他是真的会给朕发丧的。在下一个年关到来前，朕带着大军回到了京城。接风宴散去后，朕看着金碧辉煌的大殿，恍如隔世。张敬喜偷偷开了把泪，宫殿门反复推开又合上，令汝丽就这么拎着3壶酒来了。朕十分不耐烦，天色已晚，丞相明日再汇报要务也不迟。他不累，朕累。令汝丽恍若不闻，开始给朕敬酒。朕不在的时候，他替朕隐瞒，代为处理政务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
朕就不计较他以下犯上了。酒过好多巡，朕依旧清醒。窗外已有天光，朕实在忍不了，咬牙切齿。丞相有屁快放，朕要歇息了。令汝丽醉意朦胧，口齿却十分清楚。陛下喜难色，不知可否有立南妃的打算？就为了问这？朕恶意地凑近他的脸。有啊，朕看爱卿就不错。令汝丽的脸变成了诡异的深红色。朕毫无察觉地坐了回去。府长大笑：“骗你的，哈哈！朕并非断袖，只是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，这才捏了个断袖的由头，一了百了，免得百官整日戳朕脊梁骨。后来令相告了病假，许久不曾上朝，朕好说歹说，才给他劝了回来。谁曾想他又恢复成原本那副语不弃人死不休的模样。罢了，朕是皇帝，大人有大量，朕就让他吧。”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